他天生就有2个胃，一次能吃100个肉夹馍，吃自助餐盘子都能堆到天花板。老板被狠狠上了一课，但这仅仅只是开胃菜。接着来到路边摊，又吃掉了10份烤冷面，这属于他的餐后甜点。这样下来，一顿午餐就算吃完了。来到公司直接冲进了厕所，还说自己消化快，一天就要拉8次，放屁都比别人臭。每天都是上班、餐馆、厕所3点一线。下班后，他来到一家烤肉店，先要了10斤五花肉垫垫肚子，烤到滋滋冒油，一次夹上3块，再放上1勺芥末，一口吞了下去。很快10斤肉就进肚子了。现在感觉有6分饱了。回家又做了1份辣酱拌饭，还加了1管芥末，说自己完全感觉不到辣。之所以这么能吃呢，是因为自己天生有2个胃。工作人员肯定不信啊，带他来到医院，医生也不信，从来没听说过有2个胃的人。接着给他做了胃镜检查，医生的表情逐渐严肃起来，看起来好像真的有2个胃。接着又推他照 CT， 观察他的消化过程。当他吃下东西，胃部很快凸出来一大块。医生说其实他没有2个胃，只是他长期暴饮暴食，胃被撑大了1倍而已。为了健康必须要控制饮食，小哥也表示会慢慢改变饮食习惯。之后他还做起了美食博主，给大家传递健康的饮食理念。和他一样，下面这个小哥从小就与众不同，他背上长了一颗巨大的黑痣，从脖子一直延续到后背，上面长满了毛发，又粗又硬。工作人员摸了摸，非常扎手。小哥说刚开始只是一个小黑点，慢慢的就长成了一大片，甚至腿上也长了大大小小的黑痣，走到哪都是别人议论的焦点，围观群众都看懵了。但小哥很大方，还主动让人摸摸看，满足他们的好奇心。小哥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，不会刻意把黑痣隐藏起来，别人的指指点点小哥并不在意。然而小时候却不是这样的，上学时一直遭到同学的嘲笑，都说他是怪胎，还给他起了很多外号，这让他很自卑。老师一直鼓励他，既然无法改变现状，首先自己就要接纳不完美的自己，让内心充满正能量，不要在意别人异样的眼光。从那之后，他会大方展示自己的与众不同。妈妈说之前家里穷啊，没钱给儿子看病，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。不过呢，节目组就是大气，直接带小哥来到大医院，医生检查了半天，说因为黑痣一直在生长，现在要先确定黑痣是否病变。接着一番全面检查，医生给出的结论是可以慢慢的逐步去除黑痣。听到这话，小哥对生活更加充满希望。我觉得小哥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，保持乐观的心态最重要。然而下面这家人更神奇，他全身没有骨头，把手按在凳子上，他可以围着凳子转圈，正常人手臂只能转200度左右，他却能转360度，还说一点都不疼。圆规画圆都不用倒手，一气呵成，洗碗也变得很方便，还上过节目，主持人都看懵了。然而他其他部位却非常僵硬，脚踝能转动的幅度很小，把腿绷直，双手也够不到地面。他觉得自己手臂没有关节，所以才能旋转360度。为了搞清楚怎么回事，节目组带他来医院做了全面检查。医生说他的肩关节和肘关节活动范围比正常人要大，骨头并没有什么问题，而且这种技能好像还遗传，他女儿也能360度转动啊！不仅如此，他弟弟也有过人之处，弟弟天生就有个长舌头，足足有10厘米，舌头轻轻松松可以舔到鼻子，如果借助外力的话，甚至能够碰到眼睛。和朋友一对比，比朋友的舌头长2倍，吃酸奶都比别人吃得干净，酸奶底部被舔得干干净净，狗见了都流泪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么长的舌头？医生检查过后说，一方面是有遗传原因，另一方面经过他长期训练，舌头附近的肌肉很发达，能很好的控制舌头。经过测量，足足有10厘米，好像已经打破了世界纪录。真是奇奇怪怪的一家人。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老人死了15年，身体却没有腐烂，甚至散发出淡淡的清香，手指甲还在生长，连血管都清晰可见，甚至还长出了黑头发。家人都认为奶奶并没有死，只是睡着了而已。他们会定期给奶奶剪指甲，每天还要给奶奶擦身体，单独给她做饭，看着成为一具干尸的老太太，节目组也震惊了。原来15年前，奶奶突发疾病住院，在9天不吃不喝的情况下，竟然喷出了16斤便便，接着就断气了。奇怪的是，体温并没有下降，一直维持在36度，身体也不僵硬，除了没有气息外，没有任何去世的症状。家人把奶奶接到了家里，慢慢就变成了一具干尸。专家说，只有在极其干燥或者寒冷的地方，才有可能形成干尸。然而当地的天气高温潮湿，这种环境下没有腐烂，就很不科学。节目组觉得可能做了防腐处理，但家人却说并没有做过任何处理，还说奶奶有个特别的习惯，那就是吃斋，一吃就坚持了50年。这有可能是奶奶肉身不腐的原因之一。奶奶的事在当地广为流传，很多人慕名而来，想要一睹真容，还觉得他家的井水有神奇的功效，都用瓶子接水喝。至于究竟是什么原因，专家也没有给出解释只能说真的很神奇。然而下面这面墙也很奇怪，
他家的墙会哭，只要静静的听，就能听到抽泣的声音，整整哭了10天。店主说有时用力敲2下，他又会稍微停一会儿，越到晚上哭声越大，搞得人心惶惶，顾客都被吓跑了。工作人员录下声音，找到了专家，对声音进行了波长分析，总之结论就是这声音明显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。哎，真是见了鬼了，难道墙是活的？它有心跳？大家才不信。店主请来了装修师傅，这师傅一来啊，也不敢得罪这墙，大家鼓励了他好久才开始。现在墙上打了个洞，内窥镜往墙里一看，就看到了2只闪亮的眼睛。师傅被吓了一跳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只小猫咪，墙上都是抓痕，看起来现在已经精疲力尽了。那它是怎么钻进去的？节目组检查了屋顶，猜测是通过屋檐下的缝隙钻进去的，在墙壁之间穿行时，不慎跌落到了墙里面。店主说这只猫我见过，之前一直在我店门口转悠。店主决定明天拆墙救它，可第2天墙里一点动静没有，通过手机观察，里面空空如也，猫咪不见了。专家认为猫咪已经自己逃脱了，强大的求生欲让它克服了种种困难，最终爬了上来。几天后，小猫咪果然出现了。然而下面这家也发生了一件怪事，他家经常无缘无故的出现长头发，有长有短，最长的有2米，比他本人都高。有时出现在厕所，有时出现在卧室，拔一根自己的头发做对比，大小几乎一模一样。他觉得这就是人的头发，关键他家人都是短发，而且最近来家里的人也都是短发。一开始呢还误会了老公，以为是老公在外面带来的。这种现象呢是1周前开始出现的。老公当时在叠衣服，就发现了一根长头发，衣服是刚从烘干机里拿出来的，他赶紧查看烘干机，里面却干干净净，毛都没有。慢慢的头发出现了越来越频繁，看着吓人。房子呢是他们租的，刚住进来也没几个月，而且像这样的房子租金却很便宜。当时房主也是很着急的往外租，他们怀疑房子里发生过不好的事情，难不成真的有鬼？节目组带着毛发找到专家，专家看了半天，说从粗细大小上来看，和头发确实很像。接着又在显微镜下观察，结果专家却说这并不是头发，那这到底是啥呢？专家说这就是裤子上的线头而已。接着妻子检查了衣服，果然在一件西装上抽出了一模一样的线头，长度也完全符合。嗨，虚惊一场。好了，我是预备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大妈脑袋里长了一块吸铁石，头上总会吸到曲别针之类的小东西，而且还不会掉，哎，走到哪吸到哪。但脑袋看起来没有任何异常，而且最近经常无缘无故的头痛，疼得她满头大汗，去医院做了脑部 CT， 但机器一直叫个不停。医生刚开始还怀疑她戴了发卡，经过多次检查，医生也震惊了，她脑袋里还真的有一个12毫米的东西，边缘看起来很锋利，就镶嵌在头骨上，距离大脑不到1毫米，如果穿破头骨的话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奇怪的是，头上并没有任何伤口，大妈也完全不记得这东西是怎么进入脑袋的。医生怀疑是小时候摔倒后，这东西就卡在了脑袋里，当时没注意，慢慢的伤口就愈合了。随后大妈被送进了手术室，经过漫长的等待，医生成功把这东西取了出来，在体内存在了30年，表面都已经生锈了。那到底是不是吸铁石呢？经过分析啊，这东西和吸铁石成分很像。专家说，这种金属一般都是用作加热元器件，像吹风机了、取暖器里面都有这种东西，很难想象是怎么进入脑袋的。手术后，大妈状况良好，再次进行 CT 扫描啊，机器也没有响。看着伴随了自己30年的吸铁石，大妈唏嘘不已，无独有偶，下面这个大爷脑袋里也有个东西。大爷脑袋里有一颗子弹，只要一思考，脑袋就会疼。子弹已经存在了40年，很多年前和朋友玩射击，被朋友不小心打到的，当时就做了手术，本以为子弹完整的取了出来，但由于最近剧烈头痛，去了医院，才发现脑袋里还有残留的碎片，专家都不敢相信他还活着。妻子很震惊啊，说一直以为丈夫脑袋都是浆糊，没想到还真差点成浆糊。但是现在有个棘手问题，子弹距离大脑关键区域只有3毫米，要想取出子弹，很有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事故。由于暂时没有太大的问题，医生建议保守治疗，平时头痛的话可以吃点药。大爷也觉得本来子弹都在脑袋里待了40年了，也不差这几年了，对吧？和他一样，这个男人脑袋里有一颗螺丝钉，而且头上没有任何伤口，不记得怎么卡在里面的。他说之前被椅子撞到了脑袋，当时血流不止，去医院做了脑部 CT， 才发现脑袋里有一个2厘米的东西。不过还好，这东西只停留在了头骨上，医生认为可能是螺丝钉，但五金店老板表示自己没见过这种螺丝钉。母亲也很震惊啊，说他小时候头上没有受过伤，和医生商议后决定立即开展手术。几个小时后，东西终于被取了出来，医生认为是雨伞的伞头，确实非常像。他也说小时候经常和小伙伴拿伞打着玩，可能无意间就卡在了脑袋里。不过现在他可以健康的生活了。要我说，更奇葩的还要数下面这个大妈。大妈屁股上长了一块6厘米长的玻璃，玻璃已经存在了36年，她却毫无察觉，还说一点都不痛。直到一次健身的时候，突然屁股剧烈疼痛，检查过后才发现
现屁股里竟然有一块玻璃，玻璃距离肠道只有1厘米，剧烈运动或者稍有不慎都会伤到内脏，按说都会出现感染或者肿胀的情况，但大妈36年来没有任何症状，这就很奇怪了。那玻璃是如何进入身体的？大妈回忆说，年轻时有次不小心撞碎了玻璃门，当时就腿上扎了一个玻璃碎片，其他地方没感觉到疼，万万没想到屁股上还有一个，就这样存在了36年。下面这个男孩也很神奇，他从8岁就开始脱发，全身上下一根毛都没有，眉毛光秃秃的，下巴也干干净净，甚至连睫毛和鼻毛都没有。同学们嘲笑他是怪胎，这让他很自卑，不管去哪都要戴着帽子，连帽子后面的洞也要缝起来，永远坐在教室最后一排。他说走在街上，感觉别人都在议论他，甚至患上了抑郁症，休学了1年，即使在家里也要戴着帽子。母亲说去过很多医院都没有治好。节目组带他找到毛发专家，检查了半天，终于在显微镜下发现了一根毛发。专家说这种情况是有可能治好的。听到这话，母亲激动的哭了，她也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，决定不再在乎别人异样的眼光，别人爱说什么就说什么，那就祝他赶快自信起来吧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校长为了帮学生作弊，特意买了的西瓜，这西瓜大有妙用，校长直接给监考老师送了一大盆，老师在门外一块接一块的吃，完全顾不上里面的考生。学生们疯狂传纸条，然而这个全班学习最差的孩子却把衣服都掀了起来，证明自己没有作弊。谁都想不到他却考出来连自己都不信的高分。然而之前的他并不是这样的，只要他一来上学，整个学校都崩溃了。老师让用因为所以造句，他信心满满的举手，因为肚子大所以有什么哇，直接被怀孕的老师一脚踢了出去。老师让他向学霸看齐，他就整天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走路看齐。女同学占了他的秘密基地，他只说了一句话，就把所有女孩都吓跑了。再不从我这个好地方吃去，还得跟谁玩？下来跑！放学后，他偷偷跑到水库洗澡，结果被校长看到了。他躲在草屋不敢露面，眼睁睁看着校长把衣服拿走了。这下惨了，他一手捂前面，一手捂后面，就这样一路捂回了家。为了惩罚他，校长还把他座位安排到了角落里，但他并不在意，这样更方便自己看小人书了。下课就去阅览室偷小人书，被校长抓个正着，还要他把家长叫来。没办法，学校里的小人书看不了，那只能自己去搞。他在外面搞到几本小人书，回学校刚准备显摆一下，又被校长抓到，小人书又被没收了。回家后，爸爸把他剩下的小人书也全烧了。看着自己拼命搞到的小人书被一点点丢进炉子，他心疼极了。后来怀孕的老师去生娃，新来的粉题老师成了他的班主任。老师第一天就把他从角落调到了前排。为了提高写作水平，老师还把学校阅览室的小人书都发给了同学，竟然还让他当了图书管理员，这把他牛到不行。回家就给爸爸说自己出人头地了，爸爸却说没有3好学生的奖状有个球用。他从没想过的什么3好学生，只觉得老师人很好。有次午休，他从桌子上掉了下去，摔得满身土，老师看到直接让他去自己床上睡觉。他尿急穿着老师的拖鞋去厕所，把拖鞋都尿湿了，来回甩2下，在墙上擦了擦，就又回去睡觉了。这一觉他睡得很香很香，结果错过了下午课，被校长一巴掌呼醒了。后来校长发现同学们都在看小人书，直接把粉题老师说了一顿，还说在这里成绩是教学质量好坏的唯一标准。看到粉题老师受委屈，他暗自发誓期中考试一定要考好，给粉题老师争口气。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，他竟动起了歪脑筋，在身上做小抄，结果被粉题老师看到，直接让他去河里洗干净，还告诉他考试可以不及格，但是不能做一个不诚实的人。说完老师就走了。现在没办法了，只能靠实力说话了。他开始废寝忘食学习，早上到学校背书的时候，校长还没起床呢，随时都捧着书，连晚上点蜡烛也要看书。这次期中考试是全县联考，为了让学校在全县的排名靠前，校长给学生开会，要求互相帮助，还切了一堆西瓜给监考的老师吃。这些老师都是其他学校过来交叉监考的，校长这么做就是为了让学生作弊。粉题老师来巡考，他直接掀起了衣服，证明自己没有作弊。考试成绩下来了，校长拿着学校全县第1的奖状春风得意，他自己成绩也超过了70分，进步非常大。粉题老师很高兴，说会给他颁个学习进步奖。表彰大会上他望眼欲穿，结果奖状都发完了，也没有等到自己的学习进步奖。原来校长说只有3好学生奖，没有学习进步奖。为了不让他伤心，粉题老师用自己的口红给他画了一个进步奖，当着全班给他颁奖，还给他照了相，这把他得意的不行。回家后把奖状贴到了最高的地方。这天午休他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又偷偷溜到老师房间，摆弄起了老师的相机。玩着玩着突然发现老师回来了，他赶紧把相机还了回去，刚想走却发现来不及了，他直接躲进了床底下，这才发现老师带来一个男的。门关上后，他们竟然抱在了一起。看着老师垫起来的脚，他心里有点莫名的心疼，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，随手摸了几个垫床脚的木块，垫在了粉题老师的脚后跟。下午上课他一直心不在焉，听到同学们讨论，他这才知道
原来这男的就是粉蹄老师的男朋友。下课后又遇到了这个男的，还穿着粉蹄老师的拖鞋，这可是被他标记过的拖鞋啊，这把他气得不行。一起跳绳的时候，他故意把绳子甩得飞快，故意让这男的出糗，还把沙包直接往他身上丢，结果被粉蹄老师凶了一顿。这是老师第一次对他凶，他难过的躲到了墙角，看着老师的男友往头发上抹发胶，弄得溜光水滑的，看起来粉蹄老师非常喜欢这种造型，他也决定回家搞一搞，没有发胶就用胶水往头上一抹，整了个刺猬头，这把他帅到不行。结果来到学校就被同学一顿嘲笑，他去找粉蹄老师还小人书，从门缝里看了一眼，就看到老师在喂男友吃面，他把小人书放在窗台，转身默默走开了，还没走2步就被老师叫住了，让他带着老师和男友去他的秘密基地。粉蹄老师给男友分享着他藏的小宝贝，男友踩着秋千，完全不感兴趣，这是他和粉蹄老师独有的秘密基地，他莫名难受，决定报复老师的男友，趁他们不在，用刀子把绳子悄悄割断了一点，就等着看老师的男友摔个狗吃屎。他们回来后，粉蹄老师玩上了秋千，结果老师摔了下来，手都摔断了，这下闯祸了，他爸爸说什么都要把这棵树砍掉，他哭得撕心裂肺，眼睁睁看着树被砍倒。从此之后就没再见过粉蹄老师了。3个月后的一天，他收到一封来信，是粉蹄老师寄来的。信上老师说自己身体早就好了，现在已经大学毕业，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教师，还让他好好学习。看完信后，他如释重负，这封信让他放下了悔恨和内疚。下课后，他来到那个树桩下，把收藏的宝贝都埋了进去，埋在了那个曾经的好地方。这里的女人体重不到200斤，根本嫁不出去，瘦子在这里会被嘲笑，只有200斤以上的才能叫美女。村里男人的梦想就是能娶上一个200斤的老婆。采访过程中，男人们还说出了一个流传1000年的奇怪习俗，更加震惊了节目组。这4位就是当地的女神，一个比一个胖，追求者也是一个比一个多。他们是准备竞选春花的，竞选春花的标准要超过200斤，他们吃完饭就要称体重。第1位体重210斤，刚刚及格；第2位体重268斤，还不错；第3位体重284斤，很有竞争力。然而现在的春花表示不服，小心翼翼地站上体重计，生怕把体重计踩坏。果然，体重计在显示428斤后直接黑屏。不过呢，她现在的地位还是很稳固的，在这里只有200斤以上的才能叫美女。连这位18岁的少女体重都达到了218斤，因此还交到了男朋友，还说男朋友对自己爱到不行。出于好奇，节目组决定采访村里的男人，结果大家都说自己就喜欢胖的，越胖越爱，无法自拔，还说这种习俗已经传承了1000年，胖老婆能彰显自己的成功，可以到处炫耀。他们这里信奉一句话，老婆要娶胖胖的，生活才会旺旺的。采访过程中，我们还看到了一对夫妻正在秀恩爱，男人在帮妻子抠头皮屑，眼神中流露着对妻子的宠溺。接着我们又去了村里有名的模范夫妻家里，一进门就看到女人在睡觉，丈夫小心翼翼地把妻子叫醒，还贴心地给妻子涂抹爽身粉，防止起痱子。女人说结婚16年，丈夫一直都是这样宠自己，感觉自己就像小公主一样，还说自己结婚前瘦瘦巴巴的，一点都不好看。啥也别说了，直接上秤吧，294斤，果然是标准的美女身材。工作人员想要挑战下，把300斤的小公主背起来，是种什么体验？结果呢，差点骨折。女人又向节目组展示了自己的衣服，看着异常肥大，女人却说这是为了凸显身材的紧身裤。接着呢，还穿了起来，看得出来确实很凸显身材。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吃饭、睡觉、看电视，最常说的话就是饭做好了吗？丈夫听到就赶紧去做饭，说娶个老婆不容易，关键呢还娶了个这么漂亮的，自己的老婆肯定要自己疼。女人拍着快饿扁的肚子，焦急地等待着。终于，丈夫端来了饭菜，直接端到了妻子面前，赶紧给妻子盛了一盆。妻子接过米饭，大口开造，不一会儿，一盆米饭就见了底，酒足饭饱，拍拍小肚腩，赶紧补个午觉。洗碗这种小事肯定是老公的，妻子只负责胖就行了。女人还告诉节目组自己保持身材的秘诀，那就是要多吃米饭，因为米饭属于碳水化合物，可以很好的维持我们的身材。然后呢，就是吃完就睡。为了方便妻子出行，丈夫还贴心的打到了专属座位，妻子艰难的爬上座位，没成想油门踩到底，车子呢却一动不动。丈夫把车推到平坦的路面，车子才勉强走了起来。在路上，老公洋洋得意，一直在炫耀自己的老婆。可以看到，村里像他这样的改装摩托还有很多，一般呢都说明家里有个200斤以上的老婆，这是身份的象征，比开宝马奔驰有面子。豪华一点的还会安装个遮阳顶。节目组不禁感慨，难道村里就没有一个瘦子吗？随后在村里找了半天，终于看到一个很瘦的女孩。女孩呢显得很不自信，一打听才知道至今没交过男朋友，成了村里为数不多的大龄剩女。一旁的父亲都愁坏了，说只要嫁出去不要彩礼，陪嫁100万。即使这样，仍然没有人上门，为此他感到很自卑，可偏偏自己怎么吃都吃不胖，为此呢还差点得抑郁症。节目组当场做起了
了没人，要给女孩介绍对象，把街边的一个流浪汉拉了过来。流浪汉看到女孩后连连摇头，说自己的理想型是胖胖的，说完直接转身就走了。更让女孩心里不平衡的是，自己的闺蜜却是个标准的美女，追求者众多。这不，闺蜜刚回家，家门口就出现了3个追求者，其中一个已经追了2年。他们在门口蹲守半天，只为看闺蜜一眼。舔狗们和男孩们一直到深夜才离开，还说明天再来。看得出来，闺蜜也很享受这种众星捧月的感觉。所以美的标准从来都不是唯一的，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自己喜欢最重要。学校操场离奇出现了一个巨型数字9，数字竟然是用全校课桌一张张拼起来的。起初老师以为是学生的恶作剧，命令学生把自己的课桌搬回教室。结果第2天早上，课桌又全部出现在了操场，这次拼出了巨型数字8。老师这下彻底怒了，质问学生到底是谁做的。见没人承认，他决定今晚就住在学校，用望远镜一直盯着操场，决心找出这个始作俑者。时间来到半夜12点，他突然感到一阵眩晕，接着就昏倒了。再睁眼就看到身边围满了学生，才发现自己在讲台上睡了一夜。他顾不上这么多，赶紧来到窗前，想看下操场上有什么变化。这一看他直接懵了，操场上又出现了课桌，这次的数字变成了7，很明显这是在倒计时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明天早上数字就会变成6，再接下来就是5、4、3、2、1。而且最近学校周围乌鸦成群，好像真的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。有老师认为是外星人干的，如果数到0的话，外星人就会对学校发起攻击。但不管怎样，他还是笃定这是学生干的。校长也认为是学生干的，决定今晚让保安整夜巡逻，给每间教室都上了锁，发誓今天晚上一定要抓住肇事者。结果第2天就看到保安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呼呼大睡，他赶紧来到操场，不出意外数字变成了6。很快这件事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，还上了新闻，人们都在讨论这神奇的倒计时到底意味着什么。新闻报道称会对操场进行全天候直播，相信真相很快就会水落石出。第2天不出意外的话，肯定又要出意外了。做直播的记者也和之前保安一样，全都睡得死死的，查看昨晚的监控。刚开始一切正常，可当时间来到半夜12点整，画面突然就消失了。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早上5点半，画面才恢复正常。此刻操场上数字变成了5，事情越发诡异，看起来真的不是学生能办到的事情。学校开会决定临时停课，对操场进行封锁。即使这样，数字却还在倒计时。第2天又变成了4。校园的神秘事件已经引起了全国的关注。昨晚就有大批民众聚集在操场外，想要见证奇迹，结果都在12点的时候瞬间睡着了。现在连专家都猜测很有可能是外星人的所作所为。接下来的2天，数字也逐渐由4变成了2，就连政府都在紧急召开会议，谈论即将有可能发生的各种意外情况，甚至怀疑数字变成0时，整个日本都有可能毁灭，还呼吁大家赶紧逃离东京。一时间人心惶惶，大量民众逃离东京，期间还有人趁火打劫。政府提醒市民要注意人身安全，接着他就被一个平底锅拍晕了，劫匪把他家搜刮了一遍。第2天为了关注事情的进展，他用脚打开电视，现在操场数字已经变成了1。新闻报道称，政府为了抵御外星人的侵略，已经在东京展开了紧急部署。终于到了最紧张的时刻，这天操场上数字变成了0，操场内外一片寂静，人们都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。结果到了下午6点，眼看就要日落了，校园内还是没有出现任何异常变化。很快来到深夜，他和妻子的合照突然掉落到眼前，想到还在外地工作的妻子，自己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去。他突然使出一股洪荒之力挣脱了绳索，接着冲上街道，街道早已被封锁。他突破重重阻碍来到操场，时间也刚好来到了12点整。只见周围突然刮起一阵妖风，课桌开始抖动起来，紧接着就全部飘向了半空，形成了一个诡异的圆圈。他都看呆了。这时一张课桌从天而降，把他砸晕了过去。等他再醒来时，已经躺在了学校天台上，周围一切都没有改变，似乎什么可怕的事情都没发生。他起身看了一眼操场，操场上的数字变成了-1，也就是说倒计时还没有结束。这也许真的是外星人和人类开的一个玩笑吧，嘿嘿。